为了在后宫苟活下去，我强迫自己变成了乖巧温顺的王妃。可直到这天，我竟在天空中看见一架飞机掠过，我脑中轰的一声惊雷炸响，浑身的血液冲上头顶。一瞬间，我似乎明白了一切，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穿越，这里也不是什么古代皇宫，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楚门世界。这一刻，寒意一瞬间从脚底窜上天灵盖，我扶着冰冷的宫墙，指甲几乎要掐进砖缝里。我转身气势汹汹地冲向皇帝寝殿，打算揭穿这帮骗子。谁知我刚到寝殿门口，就被冲出来的花贵妃拦住了去路。他们都是骗子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皇帝也是假的。闭嘴！拖下去，割了他的舌头。江宁，别训他。他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？这可是我穿越之前的名字，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。等等，他刚才说的。闭嘴！一个疯子胡言乱语，你也信？皇帝看向我的眼神阴鸷的可怕，我顿时吓得后退一步。我把所有想说的话都咽了回去。我可不想像花贵妃一样被割了舌头。宁妃，别想太多，在这宫里活着比真相重要。我浑身一颤，心头发紧，却强作镇定。花贵妃说的那些疯话，臣妾不会放在心上的。况且臣妾也不想变成她那个样子。宁妃，你比他们都聪明。皇上过奖了，臣妾只是个普通女子，哪里比得上皇上英明？皇帝这才放下戒备，转身离去。看着皇帝远去的背影，刚才花贵妃悲惨的样子还历历在目。我不能重蹈覆辙，既然花贵妃发现了什么，那她一定留下了什么线索。我必须去花贵妃的宫殿看一看。可我刚走出宫殿，月儿就紧紧跟在我身后，像是在监视。月儿，我肚子有点疼，你去太医院为我拿点药。娘娘，这种小事让小婢女去传话就够了，奴婢留在娘娘身边伺候您。我内心冷笑一声，每一次我想要支开月儿，月儿都是这样的理由，这分明就是监视。月儿，我现在指使不动你了，是不是？娘娘，您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月儿现在就去太医院。月儿匆匆离开，我松了一口气，抬腿往花贵妃的寝殿走去。谁知我刚走出宫门，便看见新贵人站在回廊下，正用一种诡异的微笑看着我。宁妃姐姐，这么急着去哪儿呀？妹妹，我随便走走。是吗？可我怎么听说你要去花贵妃的寝殿？那可是个不祥之地，去了会疯的。我心中一震，她怎么会知道？月儿刚走，消息就传到了新贵人耳中，这说明他们之间有某种通讯方式。妹妹说笑了，我怎么会去那种地方？姐姐有所不知，在这宫里，安分守己才是活命之道。像花贵妃那样，非要说什么飞机现代，结果舌头都没了。宁妃姐姐，我劝你一句，别想太多，在这宫里听话的人才能活得长久。妹妹说的是。我现在被新贵人拖住，无法脱身，可是花贵妃那里我不能不去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想到新贵人之前和花贵妃有矛盾，正好可以利用这层关系。妹妹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，我确实是想去花贵妃的寝宫，因为我想让她彻底消失。这和你去花贵妃的寝宫有什么关系？你忘了，她现在只是被关进冷宫，还没有彻底消失呢，我自然是要去帮她一把。你想用什么方法？这方法说给别人可就不灵了，但是你想想，皇上最痛恨什么？新贵人突然好像想到了什么，脸色大变。难道你……我将手指放在嘴唇上，比了一个紧声的手势，然后点点头。我看着犹豫不决的新贵人，再次刺激他。新贵人，你还记得你的第一个孩子是怎么没的吗？此话一出，新贵人顿时紧紧攥住手里的手帕。这个女人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姐姐，我今天就当没有见过你。谢谢妹妹。看着新贵人离开，我才彻底松了一口气。我心想，这个女人还真是好骗。然后我转身急匆匆向花贵妃的寝殿走去，不料还没有走出宫殿，突然被人猛地扯向一边，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抵住了我的脖子。你是谁？还没等我问出口，那把匕首又近了1寸。我不敢再多说一个字，我的眼泪不争气的流下来。我与其他人从来没有争执，这个人为什么要害我？下一秒，匕首挑起了我的耳坠，耳坠从我的耳垂上掉下来，被一双纤纤玉手接住，接着双指用力捏碎了这只耳坠。我立刻转身，看见了一张意料不到的脸。沈贵人。沈贵人是新进宫来的，与我没什么交集，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？沈贵人将捏碎耳坠的手伸到我的面前，好好看看。我仔细看起来，等我看清楚的时候，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内全部的血液都冻住了，下一秒血液倒流，遍体生寒。这只耳坠里面竟然会有电子元件，这耳坠里面有监听元件和定位装置。我心头一紧，冷汗顺着脊背流下。沈贵人怎么知道我明明已经支开了月儿，以为能摆脱监视？你就算是支开了监视你的人也没用，他们的手段很多。只要你今天走进了花贵妃的寝殿，今天晚上你就会变得和花贵妃一样，再也没有机会找出真相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感到一阵窒息，仿佛整个皇宫的空气都在收紧。你肯定也发现什么了吧？或许是花贵妃提醒你了。可是你怎么会从一开始就知道？江宁，你忘了你是学计算机的，竟然会被人耍得团团转。我猛地一怔，仿佛一道闪电劈开混沌。对啊，我是计算机系的第1名，我怎么会忘记这个？我比你们强的一点，
在于我是自愿进来的，所以我在进来的时候带来了很多小工具。比如这个是一个微型电脑，我发现了真相，长乐宫不是什么穿越场所，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实验场，我们是被选中的实验品。听完沈贵妃的话，我感到一阵眩晕。原来如此，难怪花贵妃会疯，难怪皇帝会试探我，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。原来我们都是实验品。从你失踪的第一天，我就在寻找真相，我找了3年才找到这个地方。你为什么会执着于寻找失踪的我？万一你发生意外怎么办？谁让你是第1名？我一定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比你强。我内心一阵无语，被沈贵人的胜负欲弄得无话可说。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就去花贵妃的寝宫去找一找，她留下有什么线索。我们2个人结伴往花贵妃的寝宫走去，可我们刚踏进花贵妃的宫殿，就被眼前的一幕惊掉了下巴。花贵妃以往热闹繁华的宫殿，此时竟空无一人。花贵妃人去楼空，这里的宫女和太监竟也做鸟兽散。可是这是不应该的，哪怕花贵妃走了，也应该安排人维护这座宫殿。都跟你说了，这只是一场大型的剧本杀而已。既然玩家走了，演员也就没有留下的必要了。我这才明白了过来。接着，我们直接走进了花贵妃厢房里，没费什么功夫就找到了一本日记。日记是从5年前开始记载的。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穿越到了这个架空王朝，我一定要找到回家的办法。直到此时，我才确定这真的是一场阴谋。花贵妃也是现代人。继续往下看花贵妃的日记。第1年，花贵妃尝试了各种办法，想要逃出这个皇宫，可是根本是走投无路。她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，她连自杀的办法都尝试过了，可是睁开眼睛仍然是这一座牢笼。可到了第2年，花贵妃就对皇帝做出了妥协，开始承接皇帝的恩宠。紧接着，花贵人的位分就高升到了贵妃。但是到了第3年，花贵妃就像是变了一个人。日记中说道：“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，我要让所有人看到我都会感到害怕。”可当我看到第4年记载的内容时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，吓得把日记本掉在了地上。花贵妃日记本第4年的记载中出现了这样一段话：今天宫里来了新人，和我之前认识的一个人好像。我认识的那个人叫江宁。我心下一惊，原来花贵妃从见到我的第1眼就把我认出来了。可是为什么当时她不与我相认呢？第4年的日记记录了花贵妃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来陷害皇后，来谋害皇嗣。终于在第4年的年末，花贵人如愿以偿地成为了花贵妃。第5年简直是一本罪行回忆录，里面记录了花贵妃所做的一切恶事。我快速地浏览完这本日记，心里一阵感慨：怎么会这样？仅仅5年而已，花贵妃竟然从一个现代人变成了一个封建的古代人。这就是他们想做的实验，他们就是想看一看，变了一个环境之后，能用多长时间把一个现代人重新拉回到古代的封建伦理纲常之中。显然他们在花贵妃身上的实验已经成功了。如果不是花贵妃看见了飞机留下的痕迹，想来花贵妃也会一直沉迷于这样的生活。既然花贵妃已经认可自己是一个古代人了，那她最后为什么会疯了呢？然而，当我听到沈兰的答案后，整个人惊在了原地。江宁，如果你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在古代而言都是合法的，包括杀人，但是最后你突然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穿越，自己还是一个现代人，你会不会疯呢？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如果我们跟他们硬碰硬，是没有胜算的。你说的对，这里似乎是一个法外之地。我来之前详细勘察了这里的情况，这里是一座孤岛。按理来说，飞机的航线是不会经过这里的，可是也许是因为最近新开通了一条航线，才让这里穿帮了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但是警察找到这个地方也需要时间，我们还需要再坚持2天。沈兰，你说你来的时候带了装备对吧？你竟然知道我的名字？也许其他人不会记住第2名，但是第1名永远会记得第2名。江宁，还算你有点脑子，我以为你第1名的位置是靠作弊的呢，现在看起来还算是实至名归。随后，沈兰将手上第2个镯子退下来交给我，怎么组装就看你的了，反正里面的元件是齐全的。我点点头。沈兰拨弄了一下她手上剩下的那只镯子，脸色突然一变。不好，你那个宫女已经向皇帝报告了你的行踪。你现在要赶紧回去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我都说了，我是做了万全的准备才过来的。我来的第1天就找机会在养心殿安装了微型摄像头和监听设备。我心里感慨，这个女人真是不简单。玉儿应该是回去之后没有看见我的身影，又结合我今天早上将她支开的异常举动，立刻向皇帝做了报告。可是现在回去肯定是来不及的呀。你从冷宫那条小路直接过去，应该会比皇帝从养心殿过去要快。我感激地看了一眼沈兰，我低头看到脚上这双行动不便的绣花鞋，我立刻脱了下来，光着脚就往我自己的宫殿跑。可当我跑回去的时候，竟发现宫殿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本以为玉儿和皇帝应该还没有回来，可我刚平息了一下呼吸，突然皇帝就带着一群侍卫出现在了宫殿的门口。我瞥了一眼，看见玉儿在小声地和皇帝交流着什么。如果真的是古代，一个宫女怎么敢和皇帝并肩行走，还贴在皇帝的耳边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？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玉儿和皇帝是合作伙伴的关系，他们共同策划了这一场穿越游戏。下一秒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
外，一帮侍卫已经冲上来将我围住。宁妃，你刚刚去哪儿了？皇上，臣妾去哪儿？玉儿没有跟您说吗？娘娘，您在胡说什么呢？您去哪儿？奴婢不知道啊。或者说您去的地方也不想让奴婢知道。我心里冷笑一下，玉儿的反应倒是很快，把所有的脏水都往我头上泼。果然，皇帝的脸色已经非常不好看，伸手抓起我的衣领，我只能脚尖着地，呼吸有些困难。我的眼里闪过一丝惶恐的神色。皇上这是做什么？臣妾要呼吸不过来了。宁妃，朕今天早上刚刚夸奖过你，你比他们都聪明。可是现在看来，你和他们一样蠢。臣妾不知道皇上在说什么。臣妾刚刚只是想去。娘娘刚刚是不是想去花贵妃的寝宫看一看？如果不是我提前知道这宫里没有安装其他的监控设备，被玉儿这一炸，也许我就全都交代了。但是我现在能肯定，玉儿只是在炸我罢了。她心里也不清楚我到底去了哪里。玉儿，你是什么意思？竟敢这样污蔑自己的主子！我去那个疯女人的宫殿里做什么？我也疯了吗？那你自己说，你刚刚去干什么了？臣妾刚刚是去沈贵人的宫里借了一些布料。你借布料做什么？臣妾想着昨夜成了恩宠，或许有幸能怀上龙子，臣妾要亲手为孩儿缝制一些衣服。这本来是好事，可是娘娘为什么要支开奴婢呢？为什么要偷偷的去呢？你真是昏了头了！我不是让你去给我找肚子痛的药吗？你不但不听我的话，反而还自作主张的叫来了皇上。娘娘，您大可以等我回来之后，我陪着您一起去呀。皇帝抓着我的衣领越收越紧，我感到下一秒就要窒息了。我握紧了袖中的发簪，皇帝如果要下死手的话，我也只能奋起一搏。就在我要挥出发簪的前一秒，门外一道声音打断了我们的对峙。宁妃娘娘，臣妾来给您送东西了。看到沈贵人的那一秒，我悄悄松了一口气。沈贵人进门之后，看到我们3个人的模样，大吃一惊。这是怎么了？皇上，您怎么如此对待姐姐呀？沈贵人，教你规矩的嬷嬷没有告诉过你见到皇上要下跪吗？沈贵人脸色一僵，沈兰本身就心高气傲，到这里来演戏还要受到如此屈辱。但是转念一想，为了计划，她还是咬着牙跪了下去。皇上恕罪，臣妾刚进宫，规矩还不是很熟。沈贵人，你在这个时候来这里干什么？莫不是宁妃早就和你通好了气？皇上，您这话说的也对。来人！皇上，姐姐来我宫里找我借一些布料，说是要为日后出生的小皇子缝一些衣裳。可我一时之间也忘了布料放在了哪里，便让姐姐先回来，我找到了之后再给姐姐送回来。说完，沈兰打开随身带的那个小包袱，里面果然是一些精美的布料。皇帝这才松开手，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息着，心里恨意滔天。我暗暗发誓，如果让我找到机会，我一定送你下地狱。玉儿看到事情有了反转，她暗道不妙，立刻补充道：沈贵人说我家娘娘去找您借了布料，有什么证据？沈兰此时从地上起来，眼神上下打量着玉儿，嘴里发出一声不屑的笑声。我竟不知道这宫里的规矩改了，一个奴婢也能起来质疑主子了。玉儿这才反应过来，此时自己说的话做的事已经远远不符合一个奴婢的身份了，赶紧找补。奴婢只是想弄清楚事情的真相，毕竟我家娘娘出了事，我也担不起这个责任。就在这时，沈兰不慌不忙地从袖中拿出了一样东西。皇上，刚刚臣妾路过西厢房的时候，被一阵红光闪了眼睛，却没想到在玉儿的房间发现了这个东西，还请皇上看看这是什么东西。说着，沈兰将一个伪装成化妆盒的微型摄像头捧到了皇帝的面前。沈贵人，你这是从哪儿弄的这个东西？你是在污蔑我！我从哪儿去弄这个东西啊？自然是从你那里捡到的。不过这东西我看着眼熟，我好像见到过。玉儿，你莫不是忘了这宫里的规矩？皇上，奴婢冤枉，这东西根本不是奴婢的，一定是沈贵人想要污蔑奴婢。你是个什么身份？狗一样低贱的奴婢，怎么值得我去污蔑？而我是什么身份？我可是皇帝的妃子，是宫里的贵人，之后前途无量，一片光明。我同你一个奴婢计较什么？沈兰早就想痛快的骂人了，现在总算是找到了机会，我听得心里一阵痛快。沈兰的话可谓是字字珠玑。皇上，臣妾见过玉儿摆弄这个东西，之前不明白，只当是玉儿心里暧昧，总坐在化妆匣子面前自言自语，臣妾也不曾多问。可是现在想来，臣妾也觉得玉儿的举动有些奇怪。皇帝的脸色越来越暗，眼神看着玉儿那张慌乱不已的脸，心里大概也有了答案。这一场实验如果直播出去，那么获利将会是无法想象的。我估计这2个人之前也是签订了分钱的协议，但是玉儿显然是不满意，想要自己偷偷的开一场直播，却没想到这个直播用的设备早就被沈兰发现了。来人！你想要做什么？皇帝显然也察觉到事情开始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，玉儿似乎想要狗急跳墙，将一切事情都说出来。不过侍卫来的倒是挺快的。玉儿坏了规矩，
把四肢砍去，双眼弯曲，舌头割掉，做成人彘。你怎么敢？我可是你的。在玉儿说出下一句话之前，侍卫上前干净利落的手起刀落，玉儿的惨叫响彻云霄。我看着狗咬狗的一幕，心里大惊，没想到皇帝这个人会心狠成这个样子，连自己人都不放过。紧接着，玉儿被拖了出去，她的惨叫声响彻了整个皇宫。你们不要多想，是这个婢女不懂规矩，忘掉眼前的一切才能活得长久，懂了吗？我和沈贵人颤抖着点点头，目送皇帝和侍卫离开。还好你来得及时，要不然我就被掐死了。演皇帝演得久了，真以为自己是跟葱了。经过我的调查，玉儿也是他旗下的员工之一。我们要更加快速的行动，趁现在他对我们还有兴趣。换句话来说，如果我们对他没有价值了，下一秒他就会把我们一脚踹开，马上挑选新的实验品。明天便是封妃大典，我一定送他一份大礼。当天晚上，我以害怕为借口，让沈兰来我的宫殿陪我。你出去守着吧，我和宁贵妃有些闺房话要说。小婢女大概是新来的员工，显然没有玉儿那样有职业操守。听闻我不用她整夜在这里看着，立刻欢天喜地地跑了出去。皇帝狗急跳墙了，他大概也觉得这里的秘密瞒不了多长时间了，已经安装好了炸药，想要把这里所有的一切，包括我们都炸上天。他想得美！我拿出用沈兰给的电子元件组装好的微型小电脑，立刻动手操作了起来。沈兰见我胸有成竹，也松了一口气。看来你的肌肉记忆还没有忘记，我都害怕你在这里3年成为一个废物。第一名就是第一名，再怎么样我也是第一名。沈兰哼了一声，坐在一边看我操作，但是接下来就被我一顿操作惊得合不拢下巴，这就瘫痪了。我收起了电脑，躺在床上。我真期待明天，赶紧睡吧。大约是凌晨4点多钟，我们就被婢女叫起来了。娘娘，赶紧穿上吉服，时辰要到了。我们穿戴整齐，被轿子抬到了封妃大典的现场。我冷眼看着站在高台上的皇帝，一步一步朝他走过去。走到皇帝身边的时候，皇帝牵起了我的手。爱妃，朕给你这一切，你高兴吗？我弯了弯嘴角，看着底下的一群人，又看了看近在咫尺的皇帝。皇上，臣妾有一个问题。见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反而向他提出了问题，皇帝不悦地皱起了眉头。你问吧。你演了这么久的95之尊，演爽了吧？皇帝脸色巨变，松开了我的手，后退了半步，眼神在我的脸上飘忽不定。你疯了！到底是我疯了，还是你疯了？皇帝看着我，又看了看下面站着的嫔妃。如果现在他不制止我，底下的那群女人也很快就会暴动，毕竟她们都是像我一样被骗穿越过来的。来人，给我杀！你还真把自己当皇帝了？你要杀了我吗？来吧，试试看，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试一试，你手里的那个遥控器好用，还是我手里的这个遥控器好用？那是什么？你瞎吗？看不出那是一个遥控器吗？新贵人当然看出来了，但是新贵人穿越过来2年，早就变成了一个深宫怨妇。现在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假的，无异于要了他的命。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！我是新贵人，我要当一辈子的嫔妃，你们都是假的。我看着下面那群女人丑态百出的样子，心里无语。权力到底可以把一个人改造成什么样子？既然现在都不愿意相信自己是一个现代人，傅成，你这场试验应该结束了。你认出我了？你竟然还认得我？你本来是一个蝼蚁一样的角色。傅成，计算机学院倒数第1名，常年看到美女就走不动路，应该是心理有问题吧？不过我很好奇，是谁给了你这么多的资金，让你来这里演皇帝的？你竟然还认得我，不错不错，江宁，我曾经给你写过情书，但是你拒绝了我，事后你还把我忘了啊！该死，你该死！所以你就想到了这种方法？没错，我到底要看看你们这群高高在上的女人，真到了古代会不会因为我争风吃醋？事实就是，所有人在95之尊面前都会变成乖顺的小白兔，谁都不例外，一起毁灭吧！你们这群坏女人！说完，傅成按下了手里的遥控器按钮，但是傅成想象之中的爆炸并没有发生。傅成急了，这里的电子线路早就已经被我改了。找你这个地方还真是不容易，改这个线路花了我们好大的力气。傅成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疯狂，转身抽出了身边侍卫的佩刀。你们说的对，这个地方确实是假的，但是刀是真的。傅成举着刀向我砍来，下一秒一声枪响响彻天际，傅成的胳膊被打穿。警察很快控制了现场，随着傅成被警方带走，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帝王终于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被解救出来后，男友怕我心里有阴影，几乎天天陪在我身边。宝贝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去给你做饭。我瞬间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我消失的这3年，他没有另寻新欢，一直在寻找我。男友进了厨房之后，他的手机来了一条信息，我随手拿起男友的手机，试了一个密码，竟然打开了。3年来，他也没有改密码，还是我和他的生日。我再次哽咽，手机上是男友妈妈发来的消息：浩浩，那个小女人回来了吗？你小心一点，别被她发现。
我的眼泪瞬间收回去了，简直不敢相信我看见了什么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很快又发来了第2条消息。你先安抚住他，我很快就会找好第2个买家。我万万没想到，伤害我的人竟是我身边最亲近的人。我心如死灰地关上了手机，将手机摆放回原处。就在这时，男友端着热气腾腾的水煮肉片从厨房走了出来。若是以前看到这红油鲜亮的美食，我一定会狼吞虎咽。可此刻，那红得发黑的辣椒油却让我想起了花贵妃被割舌的鲜血，甚至这诱人的红，像极了那个荒诞王朝里的红墙黛瓦。宝宝，快尝尝，是不是以前那个味道？他的眼神专注而深情，仿佛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。如果不是那2条信息，我大概真的会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我夹起一块机械的咀嚼着，却尝不出一点温情，只觉得喉咙发紧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灼烧着我的食道。好吃吗？我强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，扯出一个虚弱的笑容。好吃，我真的以为以后再也吃不到了。宝贝，都过去了，以后我会保护你。我低下头，掩盖住眼底那一闪而过的寒光。保护我，是像待宰的羔羊一样保护我，好卖个好价钱吗？那个所谓的第2个买家又是谁？那个荒岛实验虽然被捣毁了，但阜成只是这庞大产业链的一环。我也许只是从一个小的斗兽场回到了一个更大的狩猎场。饭后，玄浩去厨房洗碗，我不动声色地打开他的笔记本电脑。我并没有直接去翻他的文件，那样太容易留下痕迹，而是在他的电脑上编写了一个程序，只要他联网，所有的信息都会自动传到我这里。接着，我拿着手机走进了卫生间，打开了数据同步。我率先点开了他和妈妈的聊天记录，记录很长，我手指飞快地向上滑动，可越看我心里的寒意越深。阜成说实验数据不理想，浩浩，这笔钱投进去值得吗？那个女人要是死了，咱们可就亏了。妈，放心吧，阜成对江宁有执念，舍不得让他死。该死，警察怎么会找到那里？阜成这个废物！浩浩，你赶紧演好你的戏，别露馅儿，把那死丫头接回来，稳住她。知道，她现在对我依赖得很，说什么信什么，只是可惜了阜成这条线断了财路。没关系，老李那边一直想要个听话的金丝雀，江宁应该很合老李的胃口。我死死捂住嘴，不让自己从喉咙里发出呕吐的声音。好，把我当金丝雀，那我就给你们演一出金丝雀反杀记。你们怎么把钱吃进去，我就让你们怎么吐出来。我删除了对话框，洗脸台前洗了把脸，让自己彻底冷静下来。我走出卫生间，回到卧室睡觉。接下来的这些天，每一个深夜，我都在键盘上无声地编织着一张巨大的网。我利用数据链顺藤摸瓜，挖出了一条非法产业链。他们以为自己掌控着一切，却不知道他们所有的罪证，每一次通话录音，每一笔带血的转账记录，都已经躺在了警方的档案库里。收网的那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，玄浩那天特意收拾了下自己，告诉我带我去见一个重要的长辈，能保我们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我知道那是准备把我交给老李的日子。出门前，他温柔地替我整理头发。宝宝，你要听话，只要这一关过了，我们就结婚。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眼神不再有一丝阴霾和恐惧，只有坚定与清醒。我微微一笑，替他整了整衣领，轻声说道：是啊，该结束了。不过这场婚礼的主角可能不是我和你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的话是什么意思，门铃就响了。玄浩以为是接应的人，欢天喜地地去开门，然而站在门外的不是街头的司机，而是荷枪实弹的警察。你是荀浩吧？这是逮捕令。荀浩戴上冰冷的手铐那一刻，他脸上的温柔面具瞬间崩塌，变成了惊恐与难以置信。他愤恨地看着我说道：是你，江宁，你出卖我，我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啊！我静静地站在原地，看着那个曾经我深爱的人，如今却让我无比恶心的男人。不，荀浩出卖你的人是你自己，是你那贪婪泯灭的人性，而我只是做了任何一个公民该做的事，相信法律。与此同时，他的母亲那个所谓的老李，以及产业链上的数百名涉案人员，在全国各地同时落网。开庭那天，我作为证人去了现场，证据确凿，最终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当我走出法院大门时，早已等候多时的媒体蜂拥而上。江小姐，经历了这3年的地狱生活，你现在有什么感受？我停下脚步，看向镜头。那3年教会我的不是顺从，而是无论身处何种绝境，都要保持清醒，都要相信自己和正义的力量。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天空中一架飞机划过，留下一道长长的云迹。曾经这道轨迹是我绝望的源头，而现在它只是这美好世间最寻常不过的风景，代表着自由，代表着归途，也代表着新的生活。